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我们好久没有聊这个史文超导的话题了啊，讲了一些其他的论文。这两天啊，有一个新的发现啊，可能已经给看起来停滞的 LK99 引发的这个史文超导话题啊，带来一个新的高潮。哎，这过端午了啊，有点意思了。那就是啊，李世培是不是彻底的乌龙了？我们回到这件事的最初起点啊。李世培团队啊，在去年7月份在 Archive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声称啊，他们发现了一种在室温和常压下表现出超导特性的材料。那这项研究啊，一旦被实验证实成功，那就意味着我们就进入了室温超导时代。哎，这将彻底改变我们能源的传输方式啊，计算机技术、医疗设备这些领域啊，带来巨大的技术更新和经济效益。那当然，在李世培的论文中啊，甚至还提到了划时代的这种革命性改变啊等等，被韩国媒体啊所诟病的这些夸大词汇。那么从这篇论文啊，发布以来吧，全球呢上百家实验室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验证。那遗憾的是呢，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篇实验结果的论文支持这篇论文的结论，甚至啊，在正式期刊上也没有相关支持性的文章发表。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呢，但愿他们啊，通过不懈的实验、反复求证，哎，终于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哎，可能是设备测试带来的问题。那么这是测试的设备。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测试设备问题会影响到这个实验结果呢？我们详细的探讨一下。但愿他们发现啊，可能是这 Keithley 测试设备在自动量程切换的时候，就是出了问题。Keithley 这个设备在达到一定电压或者电流的时候呢，会自动的切换量程。但是如果你编程处理不当啊，就会导致测量数据出现跳变或者不连续的情况啊。就是但愿这篇发的，他说呢，到了一定电压就自动切换量程了。所以呢，如果编程处理不当，就会导致测量数据出现跳变或者不连续的情况。那我也找到了 Keithley 的说明书啊，里面有不少这个叫auto range 这个词，就是自动量程的这个关键词，也讲了很多注意事项。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说明书，这是它的这个说明书，很长啊。那么你看，这关于自动量程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些词汇啊。那么这里边呢，有很多关键词，讲了这个很多注意事项。所以这个问题啊产生呢，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量程切换它确实不平滑啊。在切换量程的时候呢，这个设备啊需要时间来稳定输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啊，测试数据呢可能出现跳变。第二个就是单元提出来这个编程问题，在编程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正确的处理这个量程的切换，可能会导致数据采集系统啊误解当时的量程啊或者单位啊，进而记录错误的这种数据。那第三个呢，就是数据的同步问题。在自动量程切换的时候啊，如果设备和数据记录系统之间这个通信不同步，也可能导致呢记录的数据和实际量程不匹配，出现这个测量误差。所以这些问题呢，可能会都直接影响到这个测试的这个电流电压曲线的测量结果，就可能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材料具有超导特性，实际上呢只是设备在量程切换的时候出现的异常。那你可能会说，老宋，这个问题人家设备厂家没注意到吗？这个很难说啊，因为大家知道啊，最近有个国产的 NAS 召回了所有的设备，我就不提品牌了啊。为什么呢？就是 bug 太多了，而且这些问题呢都是用户提出的。市场反馈啊，很多时候就是技术发展的动力，而且呢，很多另外称目的笑话啊，就是说某领先当年抄某思科的说明书的也是一个模子啊，把人家群晖的名字字样呢
显示在自己系统的这个关键词里边了。所以 Kingsley 也真的不一定能洞悉所有的问题，于是这件事呢就自然而然的发展了。那当然了，其他人啊也有一些类似的抱怨和讨论啊，就是不止戴院啊，还其他研究者在使用 Kingsley 设备的时候呢，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这个是用户 BLOKK 的讨论。那 Bloco 在使用 Kingsley 2400的电流源驱动配尔贴模块啊进行温度控制时发现啊，当设备从1安良程切换到10安良程的时候呢 ，PID 控制就失去了对过程值的抓手，导致系统出现震荡。这说明啊，良程切换不够平滑，影响了控制的稳定性。那另外一位用户啊也抱怨啊，使用这个 Kingsley 2400啊这个电压表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啊，主要的问题就包括呢，这个在良程切换的时候啊，自动切换的时候输出值呢没有随着平滑的变化，导致 PID 控制系统的暂时失控，出现了小幅震荡。再一个呢，他怀疑这个问题啊可能也和这个Kingsley 设备在自动良程切换的时候这个编程处理方式有关。没有对切换点进行恰当的差值或者单位转换，使得曲线在切换点出现了不连续的跳变。那当然了，他当然是也希望呢能够找到更平滑的这个良程切换方式，避免这种跳变啊对 PID 控制的影响。所以看来这个精密测试设备在良程切换的时候啊，如果编程处理不当啊，可能会在测量曲线上引入不连续的这个跳变点，影响后续的这个数据处理和控制。所以呢，希望 Kingsley 设备啊能够在良程切换时输出值更加平滑，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所以呢，这些都是很好的发现和反馈啊。对于要求极高精度和这种连续性的测控系统啊，测试设备自身的这个良程切换的这种处理方式，如果不够优化，很可能会影响整个系统自身的性能表现。所以设备厂商和用户都应该重视这一点。所以这些例子都表明呢，Kingsley 设备在自动良程切换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导致呢测量数据的准确性。那可爱呆博士为什么能发现这个问题呢？我们说在质疑原论文，就是 LK99 的原论文过程中许多人呢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最早呢，有人认为这是故意造假，但是这种指控它缺乏实质证据。后来又有人认为韩国研究者的水平不够未能正确处理硫化亚铜跳变的问题。然而呢，戴院他们通过坚持不懈的实验和深入分析，特别是用水域法制备了铜硫掺杂磷灰石的这个纯相后反复测试，从测试仪器角度找到了问题的可能原因，就让他的分析呢听起来更具说服力。当然了，这个郑开呆博士呢通过这个测试，他的银子是没少花。做实验呢不算很贵，但是测试是太贵了戴院的研究不仅是反复的实验，而且呢，他确实深入探讨整个实验过程中存在的可能存在的技术问题和测试问题通过多次验证逐步排除呢其他可能的干扰因素最终就锁定在测试设备的这个良程切换问题上这种就是比较科学严谨的态度和方法使得呢它的结果还是具有很高的这个可信度的。那当然了，这个验证错误也是必要的虽然戴院呢提出了这个有价值的分析，但要确认这个错误是否存在，还是仍然需要进行实验和验证我们需要使用相同的样品和设备进行重复的电流电压曲线的测量，确保结果的一致性。如果样品不同，实验条件不同，结果可能就会有很大差异所以呢，验证实验的这个标准化和重复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通过上面我们这些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研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最终的实验结果。
只有通过这种严格的实验验证和科学分析，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也是科研的魅力所在，就是不断的探索、找问题，不断验证，最终呢才能找到真相。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些科研工作者他们的挑战和乐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和建议呢，欢迎随时讨论。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